先天圣兽想要拥有更强的力量，就必须融合应龙之力。虽然融合可以蜕变天尊圣地兽，实力更加的强大，但也因此会永远被应龙神族长的应龙规则束缚，没有任何的自由。而就在大龙尊主说到其中有一个天尊圣地兽逃脱出来后，金地天盟主的表情在任何人都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随后，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的目光看向吞吞，眼眸之中散发着柔和之色，并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他。甚至吞吞在他们二人的眼中看到某种恳求之意，虽然表现得不明显，但还是被吞吞发现了。或许他们都是同源兽类的原因，冥冥之中，吞吞对应龙神族神灵的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变得有些极度的敏感起来。我刚刚说的这些，我想你应该已经听明白了，而且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我知道你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想要守护身边的人，可是以你现在连大道修为都达不到，你又如何去保护你身边的人呢？大龙尊主的声音很柔和，甚至似乎早已经知晓吞吞心中的想法，也就是借助的这个想法，希望能够让吞吞这位先天圣兽蜕变成为天尊圣地兽。众人似是也听明白了大龙尊主所说的意思，然后转头看向吞吞，特别是夭夭，一直以来吞吞都跟在自己的身边守护自己很久很久，一脸不同意的对着吞吞摇摇头。吞吞，一直以来是你守护我，以后换我来守护你。吞吞何尝不知道夭夭此刻是什么心情，其实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不舍，因为一旦蜕变成为天尊圣地兽，就会被应龙规则束缚，一直留在应龙神族之中。应龙神族中的资源极其恐怖，特别是大道主神的大能，只要在这些神族之中待上百年万年的时间，便可突破大道，登临造化之境。即便是一位造化主神，都会在其中获得更高深的造化修为。这就是应龙神族的资源，同样也是很多大道主神大能者都想要想方设法进入神族之中，获得神族的磅礴资源，来助自己突破极限。或许这对于吞吞来说，也是一种突破自身极限的一种机会。可是，一旦进去应龙神族，那么想要再出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获得更高更强大的力量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自由，永远被约束在应龙规则之中。不行，我永远都是来守护我的神，即便如今你已经不是第三神，而是天位神，就算是以后的主神，我吞吞也会一直守护你以及大家。吞吞想用他那坚毅的眼神告诉大家，不管何时，只要是他重要的人，他都会一直守护下去，就算牺牲自己又何妨。如今自己的实力太弱，根本无法守护好身边的一些人，这对于吞吞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痛苦。就在吞吞准备决定的时候，一直保持非常冷静的萧炎却是开了口，说道：应龙神族的前辈们，恕小辈说一句，其实小辈一直有一个疑问。萧炎对应龙神族的神灵们非常的恭敬与敬畏，毕竟应龙神族乃是神界域世界的顶尖存在，所以能够成为朋友，那么就不要化为敌人。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的目光在萧炎的身上扫视了一下，他们能够感应出萧炎体内那股恐怖的炙热气息，以及还有另一种奇特的气息，在心中暗自了一句：此人体内居然拥有多种神火集于一身，有些不简单啊。哦，有什么疑问但说无妨。开口回答的是大龙尊主，他的语气依旧非常的友好。小辈刚刚听了你所说的这一番话，也知道了天尊圣地榜的由来，但是这天尊圣地榜对你们应龙神族来说具体有什么用意？而且虽然可以获得比先天圣兽之力还要强大的高等级力量，但是到最后那些天尊圣地兽不想被你们的应龙规则束缚，这对于你们来说根本就是大有损失啊。在这样的损失之下，为何你们还是要帮助先天圣兽蜕变更强大的天尊圣地兽？想要说出这一句话后，整个现场的众人也都有了一系列的疑惑。明知道成为天尊圣地兽后依旧会选择离开应龙神族，这不是白白给予了先天圣兽的资源，却又无法给应龙神族带来更强大的底蕴吗？闻言，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的表情显然变得有些严肃起来，而且对萧炎的观察力感到吃惊，仅仅在一句话之中就分析出了问题的所在，还真是不简单。这位小兄弟，你虽然是来自下界，但我们总感觉到你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很奇特，而且你问的问题倒是让我们有些吃惊。双龙尊主的神态也从严肃逐渐的变化为满是对萧炎的一种欣赏之色。其实不瞒你们说，天尊圣地榜与我们的神族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古浩劫之后，虽然失去了消息，不过在后来，我们派出诸多应龙神灵，甚至付出了不少的代价，终于找到了一丝关于神族长的线索。而这线索的答案都在大咒尽头暗黑魔渊之中。在大龙尊主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那语气都变得格外的沉重与忌惮。能够让如此强大的造化主神大能者都有所忌惮的东西，想必也是极其恐怖的存在。大咒尽头暗黑魔渊，萧炎呢喃了一声，对于8个字他并不陌生。之前在粉老的口中得知，大咒除了9大界神界域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深渊，就是那大咒之尽头暗黑之魔渊。那里存在着不属于大咒的能量，可以说是咒外的能量聚集地。当然，
在那里最主流的就是那所谓的暗物质能量，之前侵蚀诸星神火本源的暗黑邪灵，就是由那里面的暗物质能量所诞生，这些暗黑邪灵生存于其中。不过目前大纣之所以没有暗物质能量入侵，是以为内暗黑魔渊的那些暗物质能量根本是无法进入到大纣中，所以才导致目前的大纣还是相对的安全。小兄弟听说过大纣尽头暗黑魔渊？看到萧炎的脸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就猜出了对方应该对这深渊有所了解的。萧炎轻轻的点点头，道：之前有所耳闻，那里并不是大纣之内，也不是大纣之外，所以以一种大纣尽头来俗称，对吧？没错，小兄弟能够了解暗黑魔渊，想必你已经不是寻常的下界之人。经过我们很长时间的追查，最后锁定我们的神族长大人就存在于大纣尽头的暗黑魔渊之中，但是他无法出来，因为他只剩下一道神魂，就连造化之躯也都被暗黑魔渊中的暗物质能量吞噬毁灭。而之所以神魂可以尚存，那是因为凭借着造化巅峰的神魂力量，一直抗衡着其中的暗物质能量。但是由于当年天尊圣地榜暴乱之后，神族长的应龙之力也无法达到全盛时期，所以才导致神族长大人的造化神魂现在面临着无比危险的阶段。如果无法将当年逃出天尊圣地榜的空位在这危机的期间内补齐，那么恐怕神族长大人的造化神魂也将会彻底的被暗黑魔渊中的暗物质能量彻底吞噬。大龙尊主也并没有对众人隐瞒，将自己应龙神族的事情一一道出。盘龙以及神渊宫众人和2位神殿殿主听后也是极为的震惊，没想到当年天古浩劫之后，应龙神族长的神秘失踪竟然被困在了大纣尽头的暗黑魔渊之中。要不是应龙神族长凭借极其强大的造化巅峰神魂，恐怕寻常的造化神魂都已经化为暗物质的养料了。原来如此，所以你们来神藏之中也是寻找先天圣兽。萧炎似是明白了应龙神族此次进入神藏的目的。大龙尊主不置可否，他点点头继续道：没错，天尊圣地榜拥有9个天尊圣地兽，当年排名第1的天尊圣地兽顺利从应龙规则中逃脱而出，至此缺了2个天尊圣地兽的空位。后来我们在整个神界域世界中开启寻找先天圣兽的首要任务，即便花费了很多资源，依旧没有找到先天圣兽。为什么大纣也只孕育诞生了9个先天圣兽？萧炎疑惑地问道。非也，其实天古浩劫之前，先天圣兽至少有着数百数量，其中也有一部分融合了应龙之力并未成功，而导致重伤陨落。在后来那一场天古浩劫的降临，所有先天圣兽也都陨落在了其中，而唯有天尊圣地榜中的天尊圣地兽凭借着神族长大人的应龙规则之法才生存了下来。只要神族长大人没有彻底的陨灭，那么他们也就能够一直存活下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天尊圣地兽已经成为了应龙规则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想要彻底的杀死天尊圣地兽，那么就需要神族长大人彻底的陨落，只有这样才能够破坏应龙规则之法。当然，天尊圣地榜中如果无法补齐其中的一个空位，那么应龙神族长也将会失去全盛时期的应龙之力。原来是这样，萧炎此时也大概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心中想起一道自己的心声：吞吞前辈难道是某位先天圣兽的后裔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吞吞前辈的这一道身份倒是给大家一个巨大的惊喜了。你为何如此大方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目的？你们就不怕我们并不会答应你们？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盘龙这时也忍不住地问道，他很想知道对方是哪里来的自信，为何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如此惊人的秘密一一道出？难道他们就不怕说出这样的秘密？就相当于告诉了大家，应龙神族如今的底蕴已经不是当年的巅峰时期。然而听到盘龙这个问题后，大龙尊主和小龙尊主非常自然地回答道：我知道你们心中的想法，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答应的，因为这并不是我们应龙神族一族的所面临的问题，甚至是关系到其他神族以及你们，甚至关系到整个大纣共存亡的事情。共存亡？